大家好，上半年结束了，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下半年投资股票的大总结。股票代码 ETF 我都会告诉你，一句话总结就是核心仓位要拿稳了。下半年机器人、太空、自动驾驶、无人机、量子计算等等的投资主题都会建立在我要讲的这些公司股票的基础上。最近鬼故事太多，而且市场涨得太快，所以有点下跌也是正常的。AI 产业链的需求没有看到任何降低，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长期持有的。注意，接下来讲到的股票代码都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和思路，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先讲趋势，再讲投资心法。前两天 Meta 演了一出戏 ，AI 股票大跌。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市场开了太高的杠杆，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大跌。各种数据显示 AI 现在还没有出现泡沫，所以有些核心股票涨到天上可能也是要拿住的，不是瞎说，是有数据支撑。美国 RAMP 经济实验室6月刚发布了一个报告，跟踪了美国21559家公司，从21年一直到26年，他就研究了一个问题 ：AI 是否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对于高强度使用 AI 的公司，在使用 AI 2年之后，初级员工，也就是刚毕业的学生之类的，这种员工总数平均增长了 12%， 而对于整体的员工，这些岗位的总数平均增长了 10.2%。调查就发现，公司用 AI 越多，成本就会降低，效率会提高，公司规模会不断扩大，所以也会增加更多的员工。员工岗位从工程、销售、行政、客户服务全部都有，这个是纯数据的支持。所以这个职业的结构会改变，但是不用担心，旧职位会消失，新的职位会不断的出现。现在 AI 才刚刚开始，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现在你真正使用上 AI， 用 AI 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是不是就从25年底、26年开始的？就是现在的这点需求，世界的数据中心的算力都无法满足，全球要扩产。最近韩国青瓦台开会要说10年投入 1.2 万亿美元，日本在25年底这个12月23日发布人工智能基本计划，说要投入7000亿美元。美国就是拜登的爱国芯片法案 CHIPS， 2025年7月美国又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12月发布了确保国家 AI 政策框架行政令，26年3月美国又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政策框架。这些法案和行政令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台湾其实是更厉害的，相当有远见，2020年就开始各种立法部署先进制程生态体系，所以到现在台股受益是最广泛的。我个人的投资方式就是买股票基本是不看技术面的只看股票上升和下降的这个核心逻辑。买好核心股我就持有1到3年，就这样。从我的观察来看， AI 热潮其实是25年才开始的，万亿市场的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还没有上市，这个 AI 泡沫不可能到现在就破灭了。我认为最近的回调主要是市场情绪的波动，去杠杆泡沫。所以如果最近有持续的下跌，可能是为下半年甚至27年布局的最好时刻。大家要时刻关注市场，根据自身的情况做投资决定。那问题来了，作为普通投资者，怎么追踪行情，选哪些板块？我经常用某某 APP 的主题选择，点击市场、美股，选择主题，就能看到存储记忆体、量子计算、AI、机器人等等各种的投资主题，里面的龙头股名单、新闻、价格、涨跌额，各种指标一键查看。市场栏位下方还有新上线的产业链功能，点击半导体就能看到整个产业链，芯片设计、材料、晶圆制造设备、封装测试等等全都有，点开就能看股票名单，最好选择可以卡 AI 机器人产业脖子的龙头企业。某某 APP 还有资讯内容流，可以实时了解 AI 产业的新闻、财报、分析师评级变动、公司公告等等全都有，非常方便。大家研究完这些产业链数据之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野村证券在26年6月26日的科技月报。他提到全世界的半导体 AI 晶片出货量，它就是从25年10月到12月左右才开始大幅上涨了116%。这个是一个库存出货的景气图，上面是衰退，下面是复苏，左边是崩盘，右边是繁荣。晶片产业链19年到23年都是非常惨的，在衰退和崩溃的边缘。但是到26年4月，从中性一下进入了一个红色点，变成复苏和繁荣。但是它离21年2季度的泡沫的顶部还有非常大的距离。这个红点的意思就是晶片出货量大，但是公司的库存是越来越少，全被抢完了。所以就说明这个市场的需求非常大，离泡沫还非常远。半导体在长期的整个需求会越来越大，未来市场肯定会有波动的，上上下下的。大家投资的时候充分要考虑到自己的相关风险。有人又说这个韩国2万亿韩元、三星、海力士等等的都是几万亿的扩产，还有中国的长鑫存储、美光大力建设厂，记忆体马上因为产量提高就会崩盘。这个在28年前后可能都不会出现，
因为韩国李在明总统就说啊，这个韩国要投几万亿韩元，要将韩国的这个记忆体在5年内啊，最晚到2031年产能翻倍啊。中国、美国现在扩产也是目标，这个产能翻倍。大家要知道啊，现在一个机器人这个数据 AI 芯片量是现在普通手机的记忆体的10倍啊。机器人记忆体，特斯拉自动驾驶的这个记忆体基本上是要126起步的，手机才16G。到2030年，记忆体的这个需求是每年要增长30%，所以算起来，到2030年需求是现在的3.5倍。所以啊，如果是产量翻倍，需求还是大于供给的。所以啊，这个记忆体一定要拿住。任何下跌可能都是情绪上的波动，也是买入的机会，大家要时刻关注一下。以上的分享就是我的投资理念和思考逻辑，仅供大家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下个人对下半年市场的观察，以及我关注的一些投资的个股方向。新手还是从指数基金 ETF 开始了解市场，根据自身的目标进行配置。年轻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 AI 相关的 ETF，SOXX 啊，台湾50，再加上 QQQ、SPY。你还年轻，能够承受风险，就可以看看波动性比较大的，在未来10年可以冲高啊，即使跌50%，你也不会怕，因为你还有青春有时间呢。像半导体这种都是未来，55岁以上的朋友要准备退休了，就不要冲那么猛了，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派息分红的 ETF， 比如GEPI、QQQI 等等的。摩根大通的 GEPI 年化收益是 8%，QQQI 一年是 13%， 都是每月派息的。再加一些指数的 ETF，SPY、QQQ， 让你的投资组合整体的波动比较小，还能吃到 AI 产业革命的机会。如果你怕股票大跌，那就省着点钱，拿着每个月派息的资金，然后再去定投这个台湾50、半导体 SOXX、QQQ 这种的。再次声明，这不是投资建议啊，大家要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做好调查再入场。市场也可能会受到不同行情波动。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个股的具体方向。快速研究个股啊，你可以用一下木木的基本面分析工具，点这个股票公司业绩速递，就可以一眼看到所有的财务数据、营收、利润、PE、PB、ROE 等等的估值组标，分析师评级、趋势图、环比、同比都有。这些指标都是一直在上涨，那就是非常好的。如果觉得信息太多看不懂，就可以直接问木木 AI， 帮我对比辉达、博通营收增长、图表、机构评级等等的，它就会出现解释，一目了然。我一会儿讲的个股你都可以放在自选股里面啊，每一个都走一遍基本面，再加上财务数据和 AI 解答，我想你会找到自己的宝藏股票。木木交易美股终生免佣金，我自己也在用。从7月6日到7月20日开始，木木新加坡开户达3000新币就送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 ADR 股票，在搜索中输入专属福利或者 Special Deposit， 然后输入优惠码尼古拉斯88就可以，用置顶留言的链接开户，还有木木1000元辉达股票赠送，领取方式都在置顶留言链接里面。好，先讲一下梯队的核心股，记忆体，美股是首选美光 SNDK， 其他的韩股是 SK 海力士、三星、日本凯霞等。马斯克最近发了一个帖子，说自己已经走在了擎天柱机器人的生产线上，特斯拉机器人已经马上要量产了。下一阶段内存爆发的需求就是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特斯拉、韩国现代、日本丰田可能都会成为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商，因为机器人生产本质就是汽车生产、电机、关节之类的。机器人投资的股票清单以后给大家研究。而美光、三星、海力士都是26年到27年才开始建设新厂，所以要生产到量产、大量生产的这个时候是28年到29年才出现。所以记忆体在27年到28年还是有机会的。如果未来这个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在全世界都普及的话呢，记忆体它会从28年到30年可能还有更大的发展。接着马斯克最近频繁接触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啊，这又说明一件事，必须要有封装。第二梯队的核心股封装厂啊，英特尔第一，因为是美国制造，有川普加持。之后就是台积电、日月光、联发科，还有 GFS、Global Foundries。Amkor 也是美国政府投资的，也可以关注。第三梯队啊，这些芯片厂、封装厂，他们赚的钱之后都会扩产，所以他们的钱最终会流入半导体设备。阿斯麦、LRCX、KLAC、AMAT、TOELY。27年一整年就是扩产年，半导体设备会非常好。ETF SOXX、SMH 里面都有这些半导体设备。ETF 和个股我都会买，有时候故事线明朗的话呢，我就会卖掉一部分 ETF 转这些个股。第四梯队就是光链接啊，最近都在下跌，主要是因为涨得太高了，而且再加上康宁玻璃最新发明了一个技术叫 Glass Bridge， 可能在未来抢他们业务，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啊。
康宁玻璃现在涨了很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它未来可能还有大动作。辉达投资康宁玻璃之后，康宁要再盖10座厂，而这些在28年会开始量产。康宁玻璃开发了一个 Glasswork AI 整体的计划，它未来不是一个玻璃厂，而是和辉达、台积电紧密联系的一个光传输的巨头。它在未来也会直接和台积电、英特尔合作，开发 GPU 和光传输一起的封装技术。除了康宁玻璃 ，Marvell 我也有，小仓位有一些诺基亚、COHR、AXTI 我给卖了啊，这个太小的股票，散户太多，波动太大，而且资讯比较少，没有资讯只能凭感觉买卖啊，这非常不适合我的投资习惯。第5梯队，辉达的 GPU 和 AMD CPU， 博通 AVGO 我也有，现在的股价比较弱，是因为台股联发科抢了它一部分的 ASIC 芯片业务。博通我打算再给它1年的时间，如果还不行那就算了。但是我认为这个 TPU 还是有机会的，市场这么大，在 AI 推理方面 TPU 还是可以的。辉达最近的股票没有怎么涨，但是我是持续持有的，这个仓位也挺多的。辉达的实力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给大家讲一些有点的玄学啊。因为在未来学中讲，未来美国会和某大国发生战争，而这次的战争啊，实际上是 AI 机器人的对决。美国要驾驭如此庞大的 AI 军队，必须要使用无数的算力。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就会签署总统令，把所有的数据中心都连接起来，然后给一家最厉害的 AI 公司使用，让这个 AI 的智能达到世界的顶峰，然后赢得战争。听起来非常科幻，但是现实是，现在所有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推理的所有的机柜 GPU 都是分开的，但是在未来，这些数据中心都会被光连接连成一个巨大的整体，然后进行一个整体的推理计算，就像把千万个大脑给连接起来以后，成为一个更厉害的大脑。辉达投资 COHR， 投资 Marvell， 投资 Lumentum， 投资康宁玻璃，它的目的其实你能看出来只有一个，就是他要把美国所有的 AI 工厂企业用光纤直接把 AI 自己的数据中心全部连起来。他想要成为谷歌、微软、Meta 一样，成为最大的数据中心提供商之一。在2028年左右，这个谁有数据中心，谁就是王者，谁就有无上的智慧，就有最厉害的这个收入来源。这个都是我的个人推测，还没有发生，仅代表我对行业发展方向的观察。未来市场走势还有不确定性，大家继续要观察相关产业的发展。第6梯队就是被动元件，我就少配了一点，意法半导体、英飞凌，还有一个小股票 VSH。 能源要注意，就是 B1、CAT、GEV， 这些都是继续持有的。能源 B1 这个股票上集提示大家大跌 23%， 但是不要怕，27年6月美国就会出现电力短缺啊，明年这个时候啊，美国最热的时候。说一下 Bloom Energy B1 这个股票，它是用天然气发电最快的企业之一，现在制约它赚钱的速度就是它产量的速度，而它的产量最近会有大幅的提升，很多新闻都有。B1 这个股票我还会持续关注。整个市场还是受宏观经济、行业发展还有其他的各种因素影响啊，战争啊、黑天鹅都是会产生。大家不要梭哈，要做好自己的资料，了解相关的风险，根据自身的年龄啊、职业还有用不用钱这种的习惯做出投资决定，千万不能随便梭哈加这个负债之类的。所以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投资心法。我认为好股票大家都知道，但是你能拿住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很多人炒股票的时候就是冲高追击，然后下跌斩仓，股票再涨就吓得再也不敢进了，然后看着这个股票一直涨就错过好多机会。这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产业的发展。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人的大脑就是这么设计的，大脑管理思考和理性的是这个前额叶，但是大脑的这个杏仁核在这个里面控制的是人类的本能。遇到大跌的时候恐惧的多巴胺就会冲击你的杏仁核，让你逃跑，让你斩仓。而这种恐惧的多巴胺会在大脑里形成持续的记忆就是心理创伤。就像爱情，有些人被爱情伤了就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甚至会恨爱情。当他再去爱的时候这个大脑突然就会闪现到一束霹雳说小心这里痛过。所以要成为投资高手，必须锻炼自己的心理，最好就是刺激疗法，多尝试几次爱情和失恋，经历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投资里就是用小剂量的投资失败暴露自己的恐惧，你投资次数多了就成为佛了。这个方法就是用定期定额投资，不断的让你对这个大跌、下跌、暴跌感到麻木，之后呢，
这个稍微一涨回来，你就会发现啊，你已经涅槃重生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走到这一步也是阴差阳错，因为我做了10几年的这个私人银行投资顾问、机构投资之类的，有50%的时间都属于 insider， 公司不让我买股票，你申请你买，他也不给你批，所以我只能买指数和 ETF。就这么锻炼了3-5年之后，就会发现啊，投个股我就不会害怕了。这个就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的，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心里没有牵挂，自己就不会恐惧。不要让你自己的账户中的数字成为你心中的牵挂。只要你选择了正确的投资方向，选择了这个世界的产业方向，然后你不看那些变动的数字，你心里就没有了恐怖啊，最后就会涅槃成佛。好了，希望我今天讲的对大家有所帮助。喜欢的话，拜托订阅、点赞、热推，也请大家留言，我会选取最有价值的给大家讲解。母母开户和大礼包的领取都在我的置顶留言，也欢迎大家点击。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